我想要猪肘、披萨，还有牛排。猪肘、牛排，吃这么腻啊？今天不减肥了？管他的，明天再说吧。好，那我都给你点上啊。吃完这顿，这周都不吃了。好了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喜欢你。我是不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？状态很好啊，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你也看了那个视频了？我看到了。是不是很丢脸？我觉得很正常，没有丢脸。我觉得我好像真的不会演戏，一点表演的天分都没有。我一站在镜头前呢，我眼睛也不知道往哪儿看，手也不知道怎么放。林教官，我觉得自己现在做这一些事情，好像都没有意义。这么快就想放弃啊？这才是第一次，刚刚开始呢。万事开头难嘛。你看你们节目在站里采访我的时候，我也是手足无措的。大家都一样，都要经历这个过程的，对吧？别想那么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吃饭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祝你能越来越好。这个地方呢，其实算我和我弟弟的幼儿园。幼儿园？我们俩小时候老在这混，天天在这玩。那会儿我就怕到傍晚，因为一到傍晚，别的小朋友都被妈妈叫回去吃饭了，我们俩跟两个野孩子似的，还要在这玩。以前这边都没有铺这种地面，然后我弟光脚穿个凉鞋出来踩水。踩得满身都是泥巴，回家就挨顿揍。打完我一顿之后，我还要替我弟弟挨一顿打。这么长眼？当哥哥嘛，没办法。这个滑梯，你猜它有多大了？比我呢？比你大。是吗？以前也是我的重要工具，我们每天用它模拟消防站，然后呢，我们每天演消防员出警就从上面滑下来。有一天，林启说：“我们演个牺牲吧。”被我妈听见了，又揍了我一顿，说不吉利。你怎么总说你妈，不说说你爸呀？我对我爸小时候没什么印象，因为干消防的嘛，总也见不到面。跟我约好了什么事儿，也总放我鸽子。我们这一片啊，以前是消防队家属院。最大的特征呢，就是孩子都跟妈妈亲，因为他们一年也见不到几眼爸爸。有一年过年，我妈让我去给我爸送饺子，我怕饺子凉了呀，就一路跑到我爸的消防站。刚到门口，就看见我爸带着人出任务。我记得我爸当时就看了我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我在旁边喊他。他就像没听见。后来我就在他们身后追着跑，一直跑，跑到了一个小区，老远就听见有人哭，走近了才看见，是两个小朋友爬到屋顶上下不来了。那时候我就明白了，其实我爸不是不想陪我，他放我鸽子的时候，其实是在陪那些更需要他的人。那时候我觉得我爸是个英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决定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做消防员。是不是挺傻的？不傻呀，我觉得特别可爱。那你为什么喜欢跳舞啊？我小时候我就是少年宫的常住居民，别的小孩都有父母照顾，我没有。
所以特别自卑。那个时候有一个新来的舞蹈老师，我觉得他放的音乐特别好听，跳的舞也好看。但是我妈不让我跳舞，所以我只能偷偷的去看。有一次舞蹈班下课，老师忘了锁门，我就溜进去了。因为没有人，我就把音乐开得特别大，疯了一样的跳舞。其实我一点也不会，但是音乐一响，我觉得大脑一片空白，想怎么跳就怎么跳，跳到实在跳不动了，我就躺在地上休息。虽然特别累，但是特别开心。我跳舞的时候看不清周围，所有的精力都在跳舞上，就好像世界只剩下我自己了。我怎么跳都是对的。我只有在跳舞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己会发光。您现在也在发光。谢谢你啊，林教官。你知道，今天跟我说觉得做这些事的毫无意义的时候，其实我特别害怕。因为如果你对一件喜欢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之后，那后面的日子会变得特别煎熬。外面说你演戏不好，你心里难过，你往心里去。那如果他们说你跳舞不好呢，会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们太无知了，太可笑了，对不对？都是从零开始的事情，一开始不好很正常，慢慢努力，慢慢成长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做到了优秀，那些一直在这个行业努力的人，那不都变成傻子了吗？努力吧，一定会好的。不要对自己选择的方向失去希望。只要你对他有期待，他就会回馈你。外界的声音可以听，但是最后路要自己走，坚持下去。如果你一个人走得害怕的话，我陪你一起走。林教官，我觉得你就像是一座火山，看起来高不可攀，其实内心住着一个小太阳，在你身边，整个世界都亮。我之前吃过很多的苦，但你是世界给我的一块糖。甜吗？各位学员以及受邀而来的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在接下来的表演课之前呢，我做一个说明。我们今天这堂表演课的内容，就是由我们的学员和各自带来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合作，完成规定情境下的片段表演练习。我会随机给大家一个场景，可以让你们自由发挥。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，是想让我们的学员通过和熟人的表演，来克服自己的羞耻心，来消除他们表演中的心理障碍。这也是在表演教学中很重要的一门课——解放天性。我代表所有学员，向参加表演的观众们表示感谢。你们今天能被请到现场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他们最信任的人。我给大家10分钟时间，我们准备好就开始。准备吧。
你们老师那个意思是我也要上？对，你得跟我一起上去。我哪会啊？就不用说话，你看我说什么，你接什么。这么多人，不是我呀，我怕我上台之后，别影响你发挥。不会，那你就站在那里，当自己是一块木头或者一棵树。木头。消防栓也行，好不好？消防栓。别紧张，脸都红了。第一组，南初组合。你们俩生活中什么人物关系？他是我男朋友。那请问你男朋友是什么职业？消防员。好。你们表演的题目是“他曾经救过你”，你们现在又相见了。来，开始表演。金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表演的形式有限制吗？没有，只要表现出正确的情绪就可以。那我可以放一段音乐吗？可以。人山人海等待，暴雨之后，加上今天，我已经被你们消防员救过2次了。我叫南初。林陆霄。大家好，我是和平路特勤站站长林陆霄，也是你们的总教官。人来人往，感慨，漂浮尘埃之后。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英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只要他在，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，心里特别踏实。你醒着有光，把生命照亮，这人生滚烫，命运也曾被理想灼伤，不怕满身的伤害。我觉得这女孩非常善良，而且内心也非常柔软。映出渺小存在。我去找5年前救我的那个人，你不是说她已经牺牲了吗？但我现在有点不确定，尤其是这段时间，我有很多疑问。之后散开，爱有着热爱，痛只能深埋，承诺给明天依赖。你醒着有光，把生命照亮，这人生滚烫，命运也曾被理想灼伤，不怕南初5年前救我的人是你。天黑我尽光彩，映出渺小存在，撕开黑夜照亮天边，挣脱黑暗奔跑向前，勇敢凝聚成天空中的光点，穿越时间，在一瞬间。
我不需要你成为所有人的英雄，你去守护四方平安，我会守护你。从今天起，我的命是国家的，但我的心是你的。散开。南初，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。我想不用我多说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今天的表演会如此成功。因为共情。没错，虽然你们俩全程没有一句台词，但是我能从你们看彼此的眼神中，从你们默契配合的动作中，都能感受到你们之间流淌着的情愫，很真实，所以才动人。我在想，如果不是有亲身的经历，怎么能达到如此完美的表演？我也祝福你们能够永远甜蜜下去。谢谢金老师。话扯得有点远了，说正题吧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的共情。你只有全身心的投入，才能做出最纯粹的表演反应，才能让大家被你所感动。今天你的表演，让我发现了你的潜力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除了共情，自信同样也很重要。今天你的表演就很自信，正是源于你的这份自信呢，你的表演里有了信念感，它是一种力量，能让你更加的投入。我希望你能永远记住今天在舞台上那份自信的感觉。我会的。你也很棒，谢谢。再见。你也很棒。你也很棒，走吧，自信的人。